大家好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北极啊。本期分享一部战争电影《乌龟也会飞》。故事开始，一个少年正趴在地上，用自己的嘴巴去解开地雷上的线，去拆掉这个可能会爆炸的地雷。他的名字叫汉高夫，从小就生活在伊朗和土耳其边境地区。因为太过贫穷，为了生计，他只能把目光投向地雷，只能冒着生命危险把地雷拆掉以后拿去换钱。尽管他已经多次被炸伤，失去了2只胳膊，但他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这里，回到这片给他带来过无尽伤害的地雷区，苟延残喘。除了他以外，这里还有好多的孤儿，都像他一样，有的失去了手，有的失去了脚，留下了残疾，更有数不胜数的孩子直接丢掉了性命。其中一个小男孩被别人叫做卫星，他是一群孩子的孩子王。之所以叫他卫星，是因为他拥有别人不会的技能，那就是安装卫星天线。在这里没有任何通信设备，人们只能凭借卫星天线来知晓外部的报道，知道战争状况的发展。所以卫星在这里说话很有分量。有一天，卫星安排他自己的手下帕修卡去指定的地方拆雷，却发现他没有听从自己的指示和安排，而是去了另一个陌生地方。卫星很好奇，然后询问了帕修卡为什么不听从他安排的地方。帕修卡这才告诉他，是失去双臂的汉高夫提醒了他，说卫星安排的那个地方十分的危险，所以不要去那边。他还说美国地雷和意大利地雷没有任何区别，说有区别那是骗人的。这一句话激怒了卫星，让他感觉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。因为卫星自己亲口说过，美国的地雷比意大利的地雷更值钱。卫星愤怒地朝山坡上的汉高夫喊了几句，要跟他理论出来个1、2、3、4、5。可汉高夫只是看了他一眼，不打算与他多做纠缠，直接转身就要离开。但是卫星接下来又说了一句侮辱性的话，说他没有双臂，是个残疾人，这让汉高夫非常生气。虽然没有了双臂，但是他毫无畏惧地冲到了卫星的面前，用自己的脑袋狠狠地撞了卫星的鼻子，把卫星撞倒在了地上。卫星愤怒极了，就要站起来反击，大家围住他劝架。汉高夫兄妹几个人趁机离开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卫星带着孩子们来到了一个弹壳工厂，他们打算帮这里的大人搬运弹壳，然后获得报酬。可是没过一会儿，帕修卡跑过来告诉卫星，汉高夫说这辆车就快要爆炸了，让孩子们赶紧下来。卫星虽然和汉高夫有过节，但是他也不敢冒险，赶紧喊着孩子们全都下车。没想到的是，过了一会儿，这辆车真的爆炸了。卫星叫住了正要离开的汉高夫，说道，最近人们之间流传着一个有着预言能力的断臂少年，而且十分灵验，我知道那个人就是你，我会保守这个秘密的。不久之后，卫星带着地雷去和中间商谈价钱，一个地雷卖22迪纳尔。尽管卫星知道中间商倒卖地雷的时候把价钱翻了将近1000倍，但是迫于生计，他还是以非常低廉的价格出售。不久之后，几个商人站在山头向他们要地雷，让他们派几个孩子过去挖。卫星喊来了一批人，看着这些缺胳膊少腿的孩子，商人们显然很不满意。但是卫星说他们不怕地雷，而且技术好，都是最好的。又一转身，卫星看到了自己喜欢的女孩子雅格琳，赶紧跑过去想给雅格琳帮忙运水。尽管对方已经拒绝了他很多次，卫星还是这么的坚持不懈。原来雅格琳就是汉高夫的妹妹。在运水回去的路上，卫星向雅格琳打听，问他的哥哥最近有没有预言。原来他把汉高夫之前做出的警告都当做了一种奇特的预言本领。不过雅格琳告诉他，汉高夫最近都不经常主动去预言了，因为他发现每次做这种事情的时候都会有厄运发生。回去的路上，他们路过了一处清澈的泉水。雅格琳问卫星，这里的水看着也很清澈，为什么大家都不在这里取水呢？卫星告诉他，因为这里淹死过3个孩子，所以大人们都觉得这里的水很脏。不过卫星又解释道，其实他自己偷偷潜入水底下看过，并没有发现什么尸体，只是有很多红色的鱼。雅格琳很好奇，问他说，红鱼长什么样子呢？卫星听了自己女神想要看鱼长什么样，立马表示自己愿意跳进水里，帮他抓几条鱼上来。卫星跳进水里之后，雅格琳就赶紧拎着自己的水桶跑回家了。晚上睡觉的时候，雅格琳看着也没有睡着的汉高夫说，或许我们把这个孩子放到中间就可以睡着了。汉高夫却说，你不可能会睡着的，除非你真正接受了这个孩子。原来这个孩子并不是他们的弟弟，而是雅格琳自己的儿子。兄妹俩是从别的地方来到这里的难民。他们仍清楚地记得那个沾满鲜血的夜晚，当时伊拉克入侵者烧杀了他们的村庄，汉高夫倒在一地的血泊之中，雅格琳则被一群伊拉克人追赶，最终惨遭他们的轮番蹂躏。后来就有了那个孩子，取名叫李佳。所以雅格琳一直憎恶他，痛恨他，不愿承认这是自己的孩子，更不愿意接受他的存在。
在此之前，他就有过很多次想要带着孩子一起自杀的想法。这一天，他又自己一个人来到了悬崖边，坐在那里呆呆地望着悬崖深处。哥哥汉高夫到处寻找他也找不到，幸好卫星骑自行车帮助汉高夫找到了他。两个人也拦住了雅各琳。汉高夫为了表示感谢，告诉卫星自己的又一个预言，说伊拉克和美国要开战了，这里会被卷进战场，战争将会摧毁这里。如果想要活命的话，所有的人最好都跑到山上去避难。卫星赶紧把这个事情告诉当地的村民们，村民们又惊又怕。虽然新闻里面什么都没有说，不过卫星的话多少有些信任度，大家都选择了相信。村民们陆陆续续的跑到了山上，可卫星却在这个时候发现汉高夫一家人没有往山上走。卫星有点疑惑，他上去和汉高夫说话，表示自己希望那个预言不是个谎言，不然的话他的面子就要被丢光了。正说着，天空中就传来了直升机的声音，但是直升机似乎并没有做出伤害这里人的打算，只是传下来了许许多多的传单，传单上标着很多标语，上面写道：我们将会把这个国家变成天堂，我们将带走你们所有的痛苦，我们将会为你们带来幸福和快乐，我们是伟大的。这也预料着一场大战即将来临。为了获取一些自我防卫的能力，卫星带着孩子们来到集市，用卖地雷的钱买了几把枪。而在汉高夫的家里，雅各琳又在和汉高夫商量着李家的去留问题，他想要把李家丢弃在这里，然后兄妹两人离开。只是汉高夫不同意这么做，而且还说，如果愿意走的话，你自己走好了。雅各琳看到哥哥如此坚持，不再多说什么，自己钻进了被窝独自睡觉。可是到了第二天清晨，雅各琳偷偷地抱着李家走到了一个山坡上，用一条绳子把李家绑在了树上，也不管李家哭哭闹闹，自己独自离开了。当卫星一行人发现李家的时候，发现这个什么也不懂的小孩居然站在一颗地雷上。为了不让李家被炸死，卫星冒着生命危险走了过去。可李家只有3岁大，不怎么听得懂话。不管卫星怎么安慰李家，李家就是忍不住哭泣，还在原地不停地乱动。这下子一不小心触发了地雷，卫星的脚被炸伤了。小伙伴们把卫星搬回来之后，受伤的他痛苦地哀嚎着。这时帕修卡带来了一个好消息，他说李家没有受伤。还有一件事，汉高夫为表感谢，告诉了他一个消息。他表示到了明天一切就会结束。果然到了第二天，大批的美国士兵来到了这里，结束了战争，带来了和平，所有人都不用冒着危险去挖地雷了。但是卫星并没有获得自己想要的幸福，因为雅各琳还是难以忍受内心的煎熬。趁汉高夫不注意，他把李家带到了河边，把一块大石头系在李家的一只脚上。雅各琳将石头一推，石头滚进了河里，李家也随之沉了下去。紧接着雅各琳也跳下悬崖自杀了。这时汉高夫被噩梦惊醒，当汉高夫找到自己妹妹的时候，悬崖边上就只剩下了一双妹妹的鞋子。他知道自己失去了唯一的亲人，可是他别无他法，只能跪在原地不停地哭泣。最终在湖底也找到了李家。不久之后，汉高夫又托帕修卡带给卫星一个消息，他说275天之后，这片土地上又将发生一件大事。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这是一部以孩子为视角来揭露战争给人们带来痛苦的电影，是一部典型的反战片。因为战争，无数的人流离失所，失去父母，失去孩子，失去亲人，变成了无依无靠的难民。更有无数的孩子为了生存，不断地把自己的生命交付给恶魔。也有无数的女孩受到了侵犯，却无法寻求心理的解脱。会预言的汉高夫似乎是一个虚构的存在，能够通过预言的本领解救孩子们的生命，却无法通过预言来保护自己的妹妹。他能够通过预言预测到所谓和平的到来，却无法享受到和平社会带给自己的幸福。所以他的存在其实就是不存在。哪怕它真的存在，对于生活在这片苦恼土地上的人们来说，也没有什么用处。而且美国大兵解救一切这样的宣传目的，让这部电影变得可笑而荒唐。这是世界上与瘟疫、贫穷、饥饿、病毒并列的存在，给人类带来无穷的灾难和痛苦，开始之后却难以结束。我们所有人都为孩子们的遭遇感到痛心，我们也只能期待利益纷争不再如此缠绵不休。本期的故事到这啦，小伙伴们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